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做人要努力，要拼搏，要考好学校，要赚大钱，碰到事情千万不能认输。但是你绝对想不到，在25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聪明的一位老人家，他一辈子教人的事情，居然是怎么认输，怎么装傻，怎么放弃。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愿意留下来，最后骑着一头慢吞吞的青牛，就这么退休走了。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什么都不争的老头子，连我们最尊敬的孔子见了他，都吓得3天说不出话，说他是一条抓不住的真龙。今天老高就来跟各位长辈聊聊这位中国历史上最神奇的老人家，看看他是怎么靠着认输赢了全天下的。各位长辈，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高夜读，我是老高。在咱们开始讲今天这个非常有智慧的历史故事之前，麻烦大家先在影片下面点个订阅，然后在评论区打上平安顺心这4个字。大家的支持就是老高每天熬夜写稿子给大家讲故事的最大动力。老高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把这些古老的故事讲得让大家听得懂，听得心里舒坦。因为我们长辈辛苦了一辈子，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心里的平安和顺心。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人，大家一定都听过他的名字，他叫老子。如果我们用现在大家熟悉的生活来打个比方，孔子就像是一个为了开公司到处奔波，每天忙着见客户，找人投资的大老板。他每天累得要死要活，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而老子呢，他就像是那个早就看透了人生，把公司关掉，拿着一点点退休金，跑去乡下种菜钓鱼的世外高人。这2个人的人生选择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今天的故事要从公元前518年的一场见面开始说起。那一年，孔子才33岁，还是一个非常有干劲的年轻人。他就像是一个穿着整齐西装，拿着厚厚一本企划书的年轻创业者，满脑子都是怎么改变世界，怎么建立社会规矩的大理想。他一路坐着马车，吃了很多苦，来到了当时的首都洛阳城。他这次大老远跑来，目的是为了向当时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请教问题。这个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就是老子。当时的孔子精神很好，准备跟老子大谈特谈自己的伟大理想。他想告诉老子，自己要怎么拯救这个天下，怎么让大家守规矩。可是老子呢，他也许正半躺在一个堆满了旧书、光线暗暗的仓库里面。他年纪已经很大了，眼皮微微下垂，看着眼前这个充满活力，但是又有点急躁的年轻人。老子并没有跟孔子聊那些国家大事，也没有夸奖孔子的理想有多伟大。他只是非常平静地看着孔子，然后淡淡地说了一段话。他说：年轻人，把你身上那些骄傲的脾气，那些想要出人头地的欲望，还有那些装模作样的姿态，通通都扔了吧。那些东西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只会让你自己受苦。这句话听起来轻飘飘的，没有骂人，也没有生气，但是对于孔子来说，就像是大冬天里被泼了一盆冰水，直接把他心里那股想要建功立业的火给浇灭了。这在现在叫做完全不同层次的对话，2个人根本不在同一个高度上。孔子回到住的地方以后，整整3天没有开口说一句话，连饭都吃不下。他的学生们都觉得很奇怪，老师平时那么能说会道，那么喜欢讲大道理，怎么今天变成哑巴了？学生们很担心，就去问孔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孔子沉默了很久，终于给出了一个流传千古的评价。孔子对他的学生们说：天上的鸟，我会用箭去射它；水里的鱼，我会用网去抓它；地上的野兽，我会用陷阱去套它。这些动物我都有办法对付，我都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但是有一种东西叫做龙，它乘着风云飞上天，它没有固定的形状，它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也抓不住它。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就是一条我永远也猜不透的真龙。大家想想看，孔子是一个一辈子都在教人守规矩，教人怎么做官，怎么成功的人，他的脑子里全是怎么努力往上爬的念头。但是当他面对一个只想躺平，只想早点退休，什么都不想要的老人的时候，他感受到的不是看不起，而是一种深深的敬畏。那是一种智慧被完全压制的感觉，因为孔子还在努力，想要得到天下，而老子已经把天下都扔掉了。不要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那么，老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这要从他出生的年代和地方说起。老子出生在公元前571年左右，一个叫做楚国的地方。如果我们现在坐着飞机从天上往下看，你会发现当时的中国分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往北边看，就是孔子生活的那个地方，那里规矩非常严，当地的贵族和当官的，他们吃饭要摆几个碗，穿衣服要多长多短的袖子，连走路的步子要迈多大，遇到人鞠躬要弯多低，都有厚厚的一本说明书，规定的死死的。那个世界的人想用各种死板的规矩把人的心绑起来，让大家都听话。但是镜头如果往南边移，来到楚国的地方，也就是现在河南一带，那里的空气马上就变得潮湿，而且充满神秘感。那里没有那么多死板的规矩，没有那么多当官的管着你，那里只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原始森林，有奔腾的大江大河，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晚上，人们会在火堆旁边戴着自己做的面具跳舞、唱歌，敬拜大自然的神仙。那里的人想象力非常丰富，就像树林里的野草一样自由生长。这种地方生不出那种死脑筋的官员，他天生就是用来生那些想法特别多、特别喜欢自由的哲学家的。老子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充满神秘感、不受拘束的地方。关于老子的出生，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夸张，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传说。传说中，老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不是待了10个月，而是足足待了81年。当他终于在一棵李子树下面生出来的时候，他不仅没有像普通婴儿那样大哭，反而顶着一头雪白的头发，下巴上还长着长长的白胡须，脸上都是皱纹。正因为他一出生就像个老头子，所以人们才叫他老子，意思就是老生子，生下来就老了的孩子。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从科学上讲，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谁家孩子能在妈妈肚子里待81年呢？那妈妈不早就受不了了。但是老百姓为什么非要编造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放在他身上呢？也许是因为当这个叫李耳的少年开始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眼神太不像一个年轻人了。老子原来的名字叫李耳，木子李，耳朵的耳。当少年李耳看着周围的人的时候，他好像直接跳过了年轻人那种冲动、热血沸腾、喜欢和别人争输赢的阶段。他一出生就带着一种看透了一切的清醒和疲惫。他的灵魂在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一个看透了世间冷暖，知道了所有结局的老人了。这个有着古老灵魂的少年，每天要面对的是一个杀红了眼的残酷世界。那个时代叫做春秋时代。如果你觉得历史书上春秋这2个字听起来很有文化、很文雅，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那个时代，所有的道德和善良都被撕得粉碎。周天子，也就是当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就像是一个摆在橱窗里的吉祥物，根本没有人听他的话，也没有人尊重他。
底下那些各个国家的国君，也就是各地的大老板们，为了抢地盘、抢钱、抢人，开始了几百年的大乱斗。里尔在村子里长大的每一天，空气里几乎都飘着烧焦的木头味儿和干掉的血腥味儿。今天传来消息，北边的一个小国家被人连夜杀光了，房子被烧了，国君光着脚逃进了深山里，饿死了。明天又听说南边的一个大官在吃饭的时候在酒里下毒，把自己的亲哥哥毒死了，就为了抢哥哥的老婆和财产。在那个时候，道德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东西，没有人去管什么好人坏人，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抢到更多的东西，才是唯一的目标。在这样一个像绞肉机一样的时代里，全天下最聪明的人，那些贵族子弟们，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都在疯狂地研究同一门学问，那就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强更硬。各国的国君都在花大钱，请最好的铁匠，日夜不停地在火炉旁边打铁。他们想在铜和铁里面加入更多的东西，想要造出天下最坚硬、最锋利的宝剑，一刀就能把别人的头砍下来。写兵书的人在竹片上写满了怎么骗人，怎么一招把敌人杀死的恶毒计谋。当官的在朝廷上天天算计着怎么用最狠毒的手段吞并旁边的国家。战车被造得越来越大，轮子上甚至装上了用来杀人的刀片，只要战车开过去，旁边的人就会被切成肉泥。所有的人都在向着坚硬、强大、不可战胜的方向拼命狂奔。在那个时代的逻辑里，软弱就是有罪，落后就会被别人吃掉。如果你不够硬，你的拳头不够大，你就会成为别人刀底下的死鬼。这就好像我们现代社会，大家都觉得只有当大老板、赚大钱、开好车、说话大声，别人才会怕你，你才不会被人欺负。如果性格太软弱，就会被当成好欺负的软柿子。但是在楚国那个偏僻的村子里，少年李耳却没有去练剑，也没有去背诵那些教人怎么变强、怎么骗人的兵法。他只是静静地坐在村边的一条小河旁，盯着眼前流淌的河水，一看就是一整天。他也不说话，也不觉得无聊。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觉醒。在这条不知名的小河里，他看到了一个让全天下所有聪明人都显得非常愚蠢的终极道理。他看向河水中间的一块巨大的黑色石头，那块石头非常坚硬冰冷，上面全是有棱有角的尖锐地方。它直直地立在水流的冲击下，水打在它身上变成白色的水花，但是它一步也不退让。它好像在向全世界炫耀它的强大和不可战胜。他觉得他才是这条河里的老大。这就是全天下所有国君做梦都想达到的境界，像石头一样硬，别人打不倒我，我却能挡住别人的路。然后李耳把目光转向了水。水是什么？水是天下最软弱的东西。它没有形状，你把它倒进圆形的碗里，它就是圆的；你把它倒进方形的盒子里，它就是方的。它从来不坚持自己必须是什么样子，它没有尊严，它总是顺着地势，往所有人都嫌弃的最低洼、最肮脏的地方流去。别人往高处爬，它往低处走。面对中间那块坚硬石头的阻挡，水从来不硬碰硬，它不会去撞石头，而是轻柔地从旁边绕过去。看起来好像是石头赢了，水认输了。水是个没骨气的懦夫。但是李耳走到水边，弯下腰，捡起了河滩上的一块鹅卵石。这块石头表面非常光滑圆润，没有一丝一毫的棱角，摸起来非常舒服，一点也不硌手。李耳心里很清楚，这块光滑的鹅卵石在几百年、几千年前也曾经像河中间那块巨石一样，
是一块坚硬锋利、满是刺的石头。是谁把它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是水，是那种看起来最软弱、最没有杀伤力，遇到障碍就绕路的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水不停地冲刷着石头。水没有被石头撞碎，因为水本身就是散的。你拿最锋利的刀去砍水，水马上就会合起来，根本不受一点伤。而那块坚硬无比的石头，脾气那么大的石头，却在水的包围下，一点一点被剥夺了锋利的棱角，被磨平了脾气。它身上的刺全都被水带走了，最终被碾成了河底的细沙，连完整的形状都保不住了。你可以用最锋利的青铜剑去砍水，水会瞬间裂开，但当你抽出剑的下一秒，水又会完好无损地愈合在一起。水吸收了所有的暴力，所有的攻击，然后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慢吞吞地流淌。少年里尔站在河边，手里握着那块光滑的鹅卵石，脑海中好像有一扇大门被轰然推开了。他发现了一个跟整个时代完全相反，却直指宇宙核心的真相。最坚硬的东西其实是最脆弱的，因为它们会折断，会粉碎。这就好比我们人的牙齿和舌头。大家想想看，牙齿是我们身上最硬的东西，吃肉啃骨头都要靠它。舌头是我们身上最软的东西，一点骨头都没有。但是当我们老了以后，70、80岁的时候，那满口坚硬的牙齿，是不是一颗一颗都掉光了？最后只能吃软饭，或者戴假牙。可是那条最软的舌头，却安安稳稳地待在嘴巴里，陪伴我们到老死。舌头从来不去跟牙齿争硬度，但是舌头活得最久。最柔软的东西，反而才是最不可战胜的，因为它们无法被摧毁。他们懂得弯曲，懂得退让。在这个所有人都拼命追求刚强的时代，他们其实都在亲手为自己打造一口坚固的棺材。那些霸主们费尽心机建立的霸业，那些靠杀人抢来的财富，就像那块河中间的岩石，他们看起来很强大，但是早晚有一天会在时间的暗流中崩塌，被更硬的东西砸碎。老子后来说了一句话，叫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是去攻打那些坚强的东西，却没有能胜过水的。这不是一句失意的人用来安慰自己的废话，而是一句极其冷酷、极具洞察力的生存法则。里尔决定，他不要做那块耀武扬威、满身是刺的岩石，他要做水。他要研究软弱，研究退让，研究如何将自己放在最低下的位置，不去跟任何人抢东西。当他想通了这一切，楚国这片偏僻的乡下已经无法满足他的目光了。他知道，要真正验证这个关于柔能克刚的终极命题，他必须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全天下最核心的权力中心，也是所有欲望、阴谋和所谓刚强汇聚的最高殿堂。他要去看一看，那些自以为很硬的人，最后都是怎么死掉的。他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转身离开了那条小河。他将一路向北，他的目的地是当时整个天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大周王朝的首都洛阳。在那个出门全靠2条腿，或者坐着很慢的牛车的时代，从南方的楚国走到中原的洛阳，是一场非常漫长、足以让人半路放弃的旅途。里尔的鞋底磨破了一双又一双，脚上长满了水泡。他看过了沿途因为战争而荒芜的农田，田里长满了比人还高的野草，没有人在种地。他看过了被乱兵抢劫后只剩下破墙烂瓦，到处都是死人的村庄。他也看过了那些为了争夺一块贫瘠土地而互相用长矛刺穿对方身体的军队。这些画面让他更加坚信，争夺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当洛阳城那威严厚重的、
用泥土一层一层筑起来的高大城墙，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任何一个外乡人都会感到一种本能的害怕和敬畏。那是周天子住的地方，是整个中原文明的中心，是所有聪明人向往的地方。虽然在这个战乱的时代，这颗国家的心脏跳动的已经十分微弱，甚至有些气喘吁吁，感觉随时都会停止跳动，但他依然维持着表面上的威严与繁华，假装自己还是天下的老大。洛阳城的街道上挤满了来自各国的使者，带着各种土特产来讨好当官的，有做大买卖的商人，有因为国家被灭掉而流亡的贵族，以及像李耳这样试图在帝国中心寻找机会的年轻读书人。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着急、贪婪和欲望。他们在这里寻找靠山，给大官送礼，寻找财富，寻找能够让自己在这个乱世中活下去，甚至升官发财的机会。每个人走路都很快，生怕走慢了金子就被别人捡走了。但李耳没有去那些大官的家门口排队送礼，也没有像其他读书人那样在热闹的集市上大声推销自己的学问，说自己有多聪明。他通过层层的选拔，最终进入了大周王朝最核心、最隐秘，但也最冷清的一个国家机构。他得到了一份当时所有读书人都眼红的铁饭碗，叫做守藏室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就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兼皇家档案馆长兼国家最高机密文件管理员。这是一份很多人做梦都想得到的工作，但这绝对不是一个能在阳光下喝着好茶、轻松看书的悠闲工作。周朝的守藏室，与其说是一个图书馆，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幽暗的、常年不见阳光、充满霉味的地下大仓库。里面没有纸张，因为纸这种东西还要等几百年才会被发明出来。这里堆满的是沉重的木板，巨大的用来算命的乌龟壳，刻着文字的青铜器，以及堆积如山的用牛皮绳子串起来的厚重竹简。这里是整个中原文明的记忆库，记录了从古到今所有的好人和坏人。每天清晨，当洛阳城外的各个国家的军阀又开始为了几座城池排兵布阵，打得头破血流，死伤无数的时候，年轻的李耳就会来到地下室，推开守藏室那扇沉重的、发出刺耳摩擦声的大木门，阳光只能透过高高的、窄窄的窗户射进来一小点，在空气中打出一道道浑浊的光柱。光柱里飞舞着千百年来积攒的灰尘，呛得人想咳嗽。李耳点亮一盏昏暗的油灯，提着灯慢慢地走进这些高耸的木头架子深处。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修补、阅读这些积满灰尘的档案。这是一项极其耗费体力和眼力的工作。一卷记录着一场战役经过的竹简，可能就有10几斤重。李耳需要把它们从高高的架子上搬下来，放到小小的桌子上，解开已经发硬、发脆的牛皮绳子，拿小刀一点点刮去上面的霉斑和虫子，然后在微弱昏暗的灯光下眯着眼睛，去辨认那些古老而复杂的文字，把它们抄写下来。就在这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与安静的阅读中，李耳获得了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拥有的东西，那就是老天爷视角的眼光。外面的诸侯和政客们每天忙着吵架，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和10几年的恩怨，他们觉得眼前的事情大过天。而坐在地下室里的李耳，一眼看去就是几百年的时光。他看到了所有事情的开头和结尾。他在最左边的架子上翻开了商朝末年的档案，他看到了那个力大无穷、聪明绝顶的商朝大王是如何通过极其残忍的手段镇压底下不听话的人，把人放在火上烤，是如何建造起极其奢华的宫殿，以为自己的统治像石头一样坚固，可以传给子子孙孙。但紧接着，在隔壁不远处的架子上，
他就摸到了周武王讨伐商朝的记录。那个看似不可战胜、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庞大商朝，在一场大战中，仅仅用了一个早晨就土崩瓦解，士兵全部逃跑。那个不可一世的商王，在自己点燃的绝望大火中，把自己烧成了灰烬，什么都没带走。他拿起一块刻着裂纹的乌龟壳，那是几百年前某位君王出征前留下的算命记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大吉2个字。君王以为自己得到了神明的保佑，肯定能打胜仗，但他只要再往后翻一卷竹简，就能看到这位骄傲的君王在战场上被敌人一箭穿心，连脑袋都被砍下来的悲惨结局。神明并没有保佑那个贪心的人，他看到了周朝开国时，那些分封天下的诸侯们是如何在周天子面前滴血发誓，发誓要世代友好，永远忠诚，永远不打仗。那些誓言写得极其华丽，极其感人，看的人都会流眼泪。可是当李耳走到房间的另一头，翻开最近几十年的档案时，他看到的是这些当年发誓的兄弟国家，如今正像野狗一样互相撕咬，完全不要脸面。哥哥在酒里下药毒死弟弟，儿子为了抢皇位带兵杀掉父亲，臣子联合起来把君主赶走饿死。在这座幽暗的守藏室里，历史不再是那些伟大的光荣的故事，不再是那些骗人的英雄传说，而是变成了一组极其荒唐却又无比精确的因果报应。李耳坐在灯下，四周静得只能听见油灯爆裂的噼啪声。他看着手上的竹简，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他觉得这些人真是太可怜，也太可笑了。他看透了历史的规律，他发现了一个令人绝望，但是又非常真实的现实。在这个世界上，越是想要紧紧抓在手里的东西，往往失去得越快。那些想要千秋万代统治下去的王朝，往往传了2、3代就死于非命，被手下人推翻。那些贪婪的想要吞并所有土地的霸主，最终连一块安葬自己的坟墓都保不住，被人挖出来鞭尸。那些制定了极其严苛的法律，试图把每个人都控制起来的强人，最终都被自己制定的残忍机器碾成了肉泥，死得最惨。所有的野心，所有的算计，所有的刚强，在这座档案馆里，最终都变成了竹简上几句冰冷的沾着血迹的记录。没有任何人能永远赢下去。这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很多长辈，年轻的时候为了赚钱，没日没夜的工作，不顾身体，甚至为了钱和兄弟姐妹翻脸打官司，总觉得赚到了钱，把钱紧紧抓在手里，有了很多栋房子，人生就圆满了，子孙就幸福了。结果到了老了才发现，身体全都是病，每天要吃一大堆药，兄弟姐妹不来往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孩子们为了分家产，在病床前吵得不可开交，甚至盼着你早点走。你辛苦了一辈子，抓在手里的钱，最后带不走1分1毫，反而成了让家庭破裂的毒药。这不就是历史在咱们普通人身上的重演吗？越想紧紧抓住的，失去的越快。然后，李耳触碰到了他人生中，也是整个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知识和规矩真的是好东西吗？这是李耳身上最荒诞也最深刻的一点。他是整个大周王朝掌管最多知识的人，他家里的书比谁都多。他懂天文地理，懂历代规矩，懂算命看相，懂天下所有复杂的礼仪。外面那些所谓的聪明人、大官们，如果能进一趟守藏室，看上一卷他每天用来垫桌脚的破旧竹简，都会觉得三生有幸，祖上积德，觉得自己学到了绝世武功。所有人都在拼命地做加法，他们想要学习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规矩，积累更多的财富，夺取更多的城池。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知道的足够多，
手段足够复杂，脑子转得足够快，就能在这个乱世中赢到最后，成为人上人。这就好像现在的父母逼着孩子去学钢琴、学英语、学画画，报10几个补习班，觉得学得越多，以后越有出息。但这位坐在知识最高宝座上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在看完了所有的档案后，却得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他放下了手中的竹简，吹灭了油灯。在黑暗中，他意识到，人类一切的痛苦和灾难，恰恰来源于知道的太多和规矩太多。人的心眼太多了，社会就乱了。他想起了楚国老家那条河里流淌的水，水不懂得什么叫礼仪，不懂什么叫兵法，他没有上过学，也没有读过书，水只是简单的顺应本性，往低处流，遇到石头就绕开，遇到坑就填满它，什么都不争，却能滋养万物，生生不息。所有的植物、动物都要靠它才能活，而人呢？周朝制定了繁琐无比的礼仪，厚厚的好几本书，规定了每个人穿什么衣服，什么身份穿红的，什么身份穿黑的，吃什么饭，贵族吃肉，平民只能吃菜，怎么磕头，磕几个头，连死了用几个棺材陪葬，放几个盆子，都有严格的规定。结果呢，这些看似文明的礼仪，不但没有阻止战争，反而成了诸侯互相攻击的最好借口。你昨天祭祀的时候少摆了一个鼎，破坏了祖宗的规矩，我就有合法的理由出兵去打你，去抢你的土地。统治者们发明了复杂的计谋和权术，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法律用来管理老百姓，结果呢，老百姓为了活命，也学会了狡猾和欺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社会变得更加混乱，坑蒙拐骗成了家常便饭，谁也不相信谁。当一个社会开始天天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天天开会讲要做好人的时候，说明这个社会已经烂透了。因为缺什么才会喊什么，人们早就失去了最单纯的善良。当统治者开始用各种复杂的智慧去算计天下的时候，天下也就充满了虚伪和谎言。作为知识的最高管理者，李耳对知识和制度本身产生了彻底的怀疑与厌恶。在这个像绞肉机一样的时代，那些怀揣着各种救国理论的聪明人，就像是一群在着火的房子里，不去想着怎么灭火，还在争论该用什么姿势逃跑才比较优雅的疯子。真正的拯救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老子决定，他要把自己清空，他不再去试图记忆那些复杂的条约，不再去研究那些勾心斗角的兵法，他要把那些附加在人类身上的所谓的文明、礼教、计谋，一层一层地剥掉。这听起来极其违反常理，甚至大逆不道。抛弃聪明，抛弃智慧，抛弃虚伪的仁义。但他深知，只有把这些人为制造的复杂概念全部摧毁，人才能回到最初的最自然的状态。他不想做那个通晓天下大事的国家干部了，他想回到生命的起点，变成一个没有过多欲望，没有复杂心机，柔软的像一滩水一样的婴儿。婴儿什么都不懂，但是婴儿活得最自在，哭就哭，笑就笑。在这个充满杀戮和野心的洛阳城里，在无数双盯着权力巅峰的贪婪眼睛之下，30多岁的李耳静静地坐在守藏室那堆发霉的竹简中间。他收起了所有的锋芒，闭上了审视天下的眼睛。他不再试图去改变这个疯狂的世界，因为世界是改变不了的。他只是让自己不断地向下沉，沉到所有人都忽视的最低洼，最没人在乎的泥土里去。时间悄无声息地向前推移，洛阳城外的草木枯了又荣，守藏室里的竹简旧了又换。李耳在这里，从一个满头黑发的青年，每天扫地、整理书本，静静地做成了一个背影微驼、头发花白的中年人。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走进洛阳城，你会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朽的味道，那不是木头或麻布发霉的气味，而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庞大帝国正在从内部一点点烂掉的绝望气味。大周王朝，这座曾经辉煌无比的建筑，连最后的承重墙都开裂了，马上就要塌了。以前的诸侯打仗，好歹还要找个尊重周天子的借口，还要在名义上给周天子送点土特产，表面上客气一下。但现在，连表面功夫都没人愿意做，大家连装都懒得装了。天子成了洛阳城里一个靠借钱度日的落魄贵族，说话连个屁都不如。诸侯不仅互相吞并，甚至开始公然抢夺周王室仅剩的一点点土地，把天子逼到了绝路。但最致命的崩塌，往往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源于内部的疯狂。公元前520年，周王突然因为生病死掉了。这位老国王临死前，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没有把王位传给正统的大老婆生的太子，而是想传给一个他非常宠爱的小老婆生的儿子，名叫王子朝。这就是在给自己家里埋地雷。老国王一死，洛阳城瞬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决斗场。支持太子的贵族和支持王子朝的军阀，在首都的街道上拔出刀剑互相砍杀，完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这场被称为王子朝之乱的内战，整整打了5年。曾经无比神圣的王宫，变成了军阀们来回抢夺的屠宰场，到处都是尸体。以前用来祭祀神灵的青铜大鼎，被推倒在沾满鲜血的泥水里，连神仙都保佑不了。在这场疯狂的内乱中，发生了一件对中国文化史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也是老子人生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内战打到最后，王子朝发现自己快要输了，支持太子的军队马上就要攻破他的最后防线。在逃亡的前夜，这位野心勃勃的王子做出了一个极其疯狂、极其自私的决定。他不仅要带走国库里的黄金，他还要带走大周王朝的合法证明，那就是那些珍贵的历史档案。他派出了全副武装的士兵，连夜冲进了大周王朝的国家档案馆，也就是老子工作了大半辈子的收藏室。火把的光芒照亮了幽暗的仓库，粗暴的士兵们推开那些沉重的木架，将刻着古代历史的木板、记录着大周开国盟约的乌龟壳，以及堆积如山的珍贵竹简，毫不留情地扫到地上。他们用粗糙的麻绳将这些承载着整个中原文明记忆的档案粗暴地捆在一起，像装劈柴一样扔上一辆辆早就准备好的牛车，动作非常野蛮，很多竹简都被摔碎了。作为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当时就在现场，这是一个极其考验人性的时刻。换作任何一个有责任感、有血性的官员，看着自己耗尽半生心血整理守护的国宝被军阀抢劫，大概都会拔出墙上的宝剑，流着眼泪堵在门口，高喊着与档案共存亡，誓死保护国家财产，然后被士兵们乱刀砍死，鲜血染红竹简，成为历史上的一位悲壮的烈士，被后人写进书里歌颂。大家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大英雄，但老子没有，他非常平静地站在角落里，看着士兵们野蛮的动作，看着那些承载着所谓文明与智慧的竹简被扔进泥土里被践踏。他没有阻拦，没有骂人，甚至脸上的表情都没有太大的波动，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他像一个完全置身事外，这事儿跟我完全没关系的透明人，静静地看着这场抢劫。王子朝的牛车队在夜色中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洛阳，逃往了南方的楚国。大周王朝的收藏室被彻底搬空了，连一片竹片都没留下。第二天清晨，老子像往常一样走进收藏室，曾经高耸的书架现在空空荡荡，地上散落着几片断裂的竹片
和杂乱的带血的脚印。这座曾经代表着天下最高智慧的殿堂，现在只剩下一副空荡荡的躯壳，什么都没有了。老子拿起一把扫把，开始慢慢的、非常认真的清扫地上的灰尘和垃圾。在这一刻，他并没有感到愤怒或者悲伤，反而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就好像压在身上几十年的大石头突然不见了。他看着那些空荡荡的书架，心里非常清楚，王子朝抢走的不过是一堆刻着谎言、虚荣和失败记录的木头罢了。那些被抢走的竹简救不了周朝，也救不了任何人，反而会让得到它的人因为贪婪而死得更快。这座国家的大厦已经倾倒了，烂透了，而他选择不被埋葬在废墟里，他要放下这一切。面对这个彻底失控、规矩完全坏掉的世界，那个时代的其他聪明人都在拼命地刷存在感，想要在这个乱世里出人头地。比如比他年轻一些的孔子，正带着一群学生坐着颠簸的马车，在各个国家之间疯狂地推销他的救国方案，试图说服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国君重新捡起仁义道德，做一个好皇帝。这就好比现在很多长辈每天追着不听话的儿女讲大道理，希望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结果换来的只有儿女的厌烦和争吵。比如那些靠嘴巴吃饭的纵横家们正穿梭于各国的朝廷，用极其好听的话和恶毒的计谋挑拨离间，试图在这场大乱斗中为自己捞取当大官的机会。再比如那些著名的刺客，他们把刀子藏在鱼肚子里，或者斩断自己的手臂，试图用最极端的暴力来改变政治的走向，让自己名留青史，哪怕死也在所不惜。所有人都在拼命地做加法，拼命地想要成为时代的聚光灯下那个最耀眼的主角。他们大声呼喊，他们四处奔走，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而焦头烂额，每天睡不好觉。但在洛阳城里，这个名叫老子的中年人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选择了一种极其罕见、极其艰难的生存哲学，叫做和其光，同其尘。意思就是收敛起所有的光芒，让自己混在世俗的尘土里，不要显得自己很特别。他不再谈论什么国家大事，不再展示他那足以碾压当时所有人的渊博学问。他穿着最普通的粗布衣服，走在洛阳城的集市上，看起来就像一个稍微有点木讷的、只会点头的普通老阿伯，谁也不会多看他一眼，谁也不会觉得他有威胁。别人跟他争论问题，他总是微笑着点头，说：“你对，你对。”从来不跟人吵架。在朝廷的会议上，他总是坐在最不起眼的角落，从来不发表任何惊世骇俗的意见。有功劳，他让给别人去领；有黑锅，只要不致命、不解释、不辩解。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彻底的透明人，这是最高级别的忍耐。在人类的常识里，退让、不争、忍耐是弱者的表现，是失败者的标签，会被人看不起。但这在老子的眼里，却是一场降维打击。他说：“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意思就是因为你不和任何人争抢，不挡别人的路，你什么都不要，所以全天下就没有人能够跟你争抢，也没有人会把你当成敌人来攻击你，你反而成了最安全的人。这是历史最荒唐，也是最冷酷的真相。我们不妨看看那个时代那些拼命去争去抢的强人们的下场。齐桓公争到了天下霸主的位置，威风八面，结果晚年被自己的手下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连口水都没得喝，尸体生了蛆都没人管，惨不忍睹。楚灵王耗尽国力修建了天下最华丽的宫殿，为了争夺霸权连年征战，结果被自己的亲弟弟兵变推翻，流落荒野，最后在一间破茅屋里上吊自杀，
什么都没带走。那些在朝堂上口若悬河、锋芒毕露、自以为很聪明的大官们，今天刚获得国君的赏识，得意洋洋，明天就可能因为一句话说错，被竞争对手陷害，满门抄斩，一家老小全部没命。在这个绞肉机一样的时代，你只要站上牌桌，只要你身上有别人想要的东西，无论是权力、名声还是财富，你就立刻成为了别人攻击的靶子。你越是强大，你身上的光芒越是耀眼，射向你的暗箭就越多。而老子通过彻底的认怂，通过装傻，把自己从这张要命的牌桌上撤了下来。他不当霸主，不当圣人，甚至连一个称职的官员都不想当。他主动放弃了所有的防御，主动退到了所有人都看不起的最低下的地方。那些手持利刃的政客和军阀们在洛阳城里杀得血流成河，为了抢一个官位打破头，但他们的刀锋永远不会砍向一滩没有形状、不构成任何威胁的水，也不会砍向空气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土，因为杀它没有任何好处。这个把退休和降低存在感当成毕生追求的透明人，就这样在无数次血腥的政变和战乱中毫发无损地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长寿。他的软弱，他的不争，成了抵御那个疯狂时代最坚固的铠甲。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洛阳城里的面孔换了一批又一批，曾经嚣张跋扈的将军们变成了坟墓里的白骨，曾经不可一世的政客们成了史书上的反面教材，被后人唾骂。只有这个在空荡荡的守藏室里默默扫地的老头，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与消亡。洛阳城的风一年比一年更加刺骨，大周王室的最后一点体面，终于在诸侯们毫无掩饰的相互攻击中被彻底撕碎了。这座曾经象征着天下秩序的都城，如今只是一个散发着衰败气味的空壳。每天都有新的阴谋在阴暗的角落里发酵，每天都有人为了争夺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权利而大打出手。空气里弥漫着焦躁、贪婪和无休止的算计，就像现在的社会，大家都为了赚钱不择手段。每天打开电视，全是抢劫诈骗的新闻。在国家图书馆那间幽暗的收藏室里，已经步入晚年的老子平静地做出了决定。他没有写下辞藻华丽的辞职信去邀功，也没有向任何一位大官辞行。在一个极其普通的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整理好桌子上散落的竹片，将它们整齐地码放在木架上，把地扫得干干净净。然后他解下了腰间那块代表着大周王朝官员身份的印章，轻轻地放在了落满灰尘的书桌正中央。他转身走出了这座困了他大半辈子的档案馆，再也没有回头。他要下班了，永远的下班了。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智慧。到了退休的年纪，就要学会放下，不要再对工作上的事情指手画脚，把位子让给年轻人。老子打点了一个小小的粗布包袱，里面只装了几件换洗的单衣和一点干粮。他用几串铜钱，在洛阳城的集市边缘买下了一头青牛。大家注意看，在那个时代，有身份的大官出门讲究的是乘坐由4匹马拉着的战车。马是战争的工具，是速度的象征，代表着进取、征服、着急和威风。而牛，尤其是青牛，步子慢吞吞的，它永远是一副不慌不忙、低头吃草反刍的模样。天塌下来，它也是慢慢走。这头青牛完美地契合了老子一生的哲学。缓慢、踏实，绝不与人争先。老人家就该有老人的步调，慢慢走，不要急，急也没用。老人骑上青牛的背，慢悠悠地出了洛阳城的西门。这是一个非常有深意的动作。全天下的聪明人、野心家、政客和武将，都在拼命地向东走，向着中原最富裕、人口最密集、
城池最繁华的地方汇聚，去那里争夺土地、财富和霸权，去抢那些带不走的东西。而这位天下最有学问的老人，却背对着所有的繁华，向着荒凉的西方走去。他把人间的名利和欲望全部丢在了脑后，连看都不想多看一眼。出了城，吵闹声逐渐被抛在脑后，脚下的黄土路坑坑洼洼，车轮印交错，牛的蹄子踩在干燥的泥土上，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哒哒声。老子看着沿途的风景一点点发生变化，中原那些被战火烧焦的农田和村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陡峭的山脉和荒凉的戈壁。他没有固定的目的地，他只是想彻底离开这片已经陷入疯狂的中原大地，去往关外的无人之地，去寻找一种绝对的宁静。这就好比我们放下城里的喧嚣，回到乡下种点菜，养几只鸡，过清静日子一样。经过几个月的漫长跋涉，一人一牛来到了大周王朝的西部边境函谷关。函谷关是古代中国最险峻的关卡之一，是一个很重要的边境大门。它夹在两座高耸入云的峭壁之间，谷底深邃狭长，常年不见阳光，地形有如一只巨大的葫芦口。这里是大周王朝抵御西方游牧民族的咽喉，也是区分中原文明与外面野蛮世界的物理界限。只要跨出这道大门，就意味着彻底脱离了周朝的法律、礼仪和一切社会身份，进入了彻底的荒野。再也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了，他可以做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由人。此时，负责镇守函谷关的最高长官名叫尹喜。尹喜不是一个只知道舞刀弄枪的粗人，在这个非常无聊的边境要塞，他读过很多书，对天下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也是个向往智慧的人。传说中，那天傍晚，尹喜站在高高的城楼上眺望东方的来路。他看到一团紫色的雾气在夕阳的余晖中贴着地面，沿着狭长的古道缓缓向关口飘来。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紫气东来，代表着有大圣人要来了。这当然是后人为了增加神秘感而编造的神话传说，但如果我们褪去神话的色彩，尹喜在城楼上真正看到的其实是一幅极其反常的画面。在漫天的黄沙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骑着一头慢吞吞的青牛，正孤身一人向关口走来。他没有随从，没有通关的文件，没有携带任何金银财宝，身上也没有佩戴任何武器防身。在那个兵荒马乱，到处都是强盗土匪的年代，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敢于独自穿越几百里的荒野来到边关，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内在力量的显现。一般人早就吓得腿软了。当青牛走到关卡前停下时，尹喜走下城楼，拦住了老子的去路。尹喜看着眼前这位神色平静、眼神深邃如古井的老人，立刻认出了他的身份。天下能有这种气度的人，除了那位在洛阳城里深居简出、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前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再没有第二个人了。先生，您这是要去哪里？尹喜非常恭敬地鞠躬问道。出关隐居。老子的回答极其简短，多一个字都不想说。尹喜看着老人单薄的包袱，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他知道大周王朝正在崩溃，天下即将迎来更加残酷的血雨腥风，老百姓马上就要倒大霉了。而眼前这位拥有最高智慧的老人，却要在最需要他的时候抽身离去，把整个世界留在无尽的黑暗里。不管大家死活了，尹喜做出了一个中国文化史上极其著名的像强盗一样的举动。他让人关上了沉重的城门，自己张开双臂拦在青牛面前，语气中带着一种不容商量的坚决。先生，您既然决定要隐居荒野，以后这天下人就再也听不到您的教诲了。您要把您的智慧全部带进坟墓里去吗？
那太自私了。无论如何，请您给这个苦难的世界留下一本书，否则我绝不放您出关。您就在这里待着吧。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有多么好笑，有多么无奈。老子在洛阳的地下室里苦做了半辈子，他看透了一切。他得出的终极结论是什么？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智者不言，言者不知。意思就是，真正懂得道理的人是不说话的，天天在外面乱说话的人，其实什么都不懂。他深刻地认识到，真正的智慧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一旦你把它写成死板的规矩，定成文字，它就变成了枷锁，变成了伪善，变成了被坏人利用来骗老百姓的工具。他把所有的藏书都视为废木头。他毕生的追求，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再说话、没有存在感的透明人。他千辛万苦地走到边境，就是为了彻底闭嘴，彻底下班，彻底逃离那些充满文字和谎言的世界，去过耳根清净的日子。结果，就在他距离自由只剩下一道城门的时候，一个边关的保安队长拦住了他，强行要求他必须用他最讨厌的文字写下他的思想，还要交一份报告。别人写书是为了名留青史，为了让全天下都听到自己的声音，为了赚钱卖版权，而这位睿智的老人却被生硬地按在边关的冷板凳上，被逼着加班写稿子。不写，不准走。他面临的局面非常现实。如果他不写，他连下班的资格都没有，连走出这道大门的物理权利都会被剥夺，会被一直关在这里，听尹喜唠叨。老子坐在青牛背上，看着眼前一脸固执的尹喜，又抬头看了看那扇紧闭的、布满铜钉的厚重城门。关外是自由的荒野，关内是麻烦的纠缠。夕阳的余晖照在函谷关残破的城墙上，风吹过峡谷，发出低沉的呜呜声。在这个被逼无奈的黄昏，老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缓慢地从牛背上下来，走进了尹喜为他准备好的点着油灯的简陋房间。他走到书桌前，看着那些打磨得极其平整的空白竹片，以及一方刚刚研磨好的浓墨。他知道，只要自己落笔，那些原本不可言说的道理就会被固定死，就会被后人误解、利用，甚至随便乱改意思。但这或许也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就当是交这辈子最后一次的过路费吧。老子没有再说话，他挽起粗布衣袖，伸出那只布满老年斑的手，接过了尹喜恭恭敬敬递来的毛笔。笔尖在砚台里饱蘸了浓墨，悬在第一片空白的竹片上方，笔尖落下，墨迹晕开。老子没有停顿，没有思考，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他写得很慢，但很稳。他写的不是治国平天下的计策，不是教导别人怎么成功的秘诀，他写的是水，是柔弱，是退让，是不争。他写的是这个世界的真相。3天3夜，老子几乎不吃不喝，油灯里的油加了一次又一次，尹喜送来的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等到东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老子放下了毛笔。5000个字，不多不少，写满了案头的竹简。他没有再去检查一遍有没有写错字，也没有在末尾签上自己响亮的名字，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他只想赶紧走人。他把这些还在散发着淡淡墨香的竹片推给尹喜，动作随意的就像交出了一张用来换取自由的过路费收据。尹喜如获至宝的捧着这篇后人称之为《道德经》的文章，高兴的手都在发抖，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甚至忘了再去出声挽留老子喝杯茶，而老子只是默默地转身走出了房间，重新跨上了那头等候多时的青牛，连一句再见都没说。伴随着门轴刺耳的摩擦声，函谷关那2扇沉重的城门缓缓向两边推开。关外没有规矩，
没有诸侯，没有坑蒙拐骗，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苍茫的暮色。老子骑着牛在干燥的古道上一步一步地走进了风沙里，他的背影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然后越来越小，最终化作了地平线上的一颗黑点，彻底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中。从那一天起，正式的历史记录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确切踪迹。他去了哪里，吃了什么，什么时候死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后人不甘心这样一个拥有最高智慧的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于是为他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有人说他在沙漠里活到了160岁，当了老神仙；也有人说他一路向西走到了遥远的印度，给那里的人讲经说法，变成了佛教的祖师爷。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了。对于一个毕生追求把自己清空，渴望成为透明人的人来说，彻底消失，不再被别人打扰，就是他为自己安排的最完美的结局，不用再去面对那些烦人的事情，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也告诉我们，人老了不要怕被别人忘记，被忘记了，其实是你自由的开始，你终于可以只为自己活了。然而，历史却跟他开了一个极其荒唐的玩笑。他留下的这5000字过路费，原本只是为了摆脱人世的纠缠，为了顺利下班不被拦路，结果这5000字却成了几千年来无数野心家和聪明人最爱翻阅的说明书。几百年后，汉朝的汉文帝和汉景帝把这5000字放在案头，用老子说的无为而治的方法，也就是什么都不折腾，老百姓不乱收税，不乱搞大工程，不乱打仗。结果呢，却让一个刚刚经历过连年战乱的残破国家，悄无声息地攒出了堆积如山的粮食，连串铜钱的绳子都烂掉了的巨大财富。老百姓过上了几百年来最好的日子，这证明了老子说的，不管就是最好的管。带兵打仗的大将军们在半夜里仔细研究，从老子说的柔弱胜刚强里面琢磨出了以退为进、诱敌深入的致命计谋，在战场上打败了强敌。朝廷里的大官们也在读他，他们从深藏不露里面学会了怎么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怎么在危险的官场上存活下来，构筑出了深不可测、令人害怕的心机。到了后来，人们甚至给他穿上了神仙的衣服，将他供奉在道观的最高处，每天伴随着缭绕的香火，大家对他磕头跪拜，尊称他为太上老君。一个最讨厌规矩和束缚的人，他的话变成了治国的最高规矩。一个一生都在教人抛弃聪明心机、教人放下的老头，却被后人当成了智慧的最高神明，天天去求他保佑升官发财。这难道不是天下最大的笑话和矛盾吗？老子在天上，估计要笑得从牛背上掉下来。其实，老子也许根本不在乎后人给他贴上的这些耀眼的标签，因为他早就不在乎名利了。在这5000字的结尾，他或许只是想告诉我们，生活并不总是一场需要你死我活、不断攀爬的比赛，不是非要考第1名，非要赚大钱，非要把别人踩在脚下才是成功。退一步，认个输，装个傻，有时候反而能活得更好。在这个名叫现代社会的大染缸里，我们每天都被海量的信息、工作上的压力和买房买车的欲望绑架着。我们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停不下来，为了面子跟别人比来比去，我们都活成了那个焦虑的、到处碰壁的年轻孔子，每天都在担心明天会怎么样，担心孩子考不上好学校。但是今天晚上，让我们试着像老子一样，牵起心中的那头慢吞吞的青牛，关掉手机，不去管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新闻，卸下那些想要掌控一切的执念。不要总是要求孩子必须听你的话，儿孙自有儿孙福，让他们自己去跌倒爬起。不要总是对看不惯的事情生气，气坏了身体，还得自己花钱看医生。
明白有些事儿不去争，顺其自然，不去强求，反而会有老天爷最好的安排。明白像水一样柔软，不跟别人硬碰硬，退一步海阔天空，也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不是一句空话。在家里试着做一个透明人，媳妇儿煮的菜咸了淡了，点点头说好吃，不要去挑剔。儿子买的东西贵了，笑笑说谢谢，不要去念叨。把家里的主导权交出去，你退一步，家庭反而和睦了，你自己的日子也轻松了。这就是柔弱胜刚强的最好证明。闭上眼睛，感受那股穿透了2500年的从容和淡定。在这个吵闹的世界里，允许自己做一个什么都不管的透明人，允许自己在这个安全的房间里安心的睡个好觉。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什么家长里短，都随他去吧。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好了，今天老高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耐心的听老高唠叨了这么久，希望老子的智慧能像一杯温水一样冲散您心里那一丝丝的焦虑和烦恼。如果您觉得今天的故事听得还算入耳，麻烦给老高点个赞，分享给您的老朋友们听听。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老高聊聊您对放下和不争的看法。晚安，各位长辈，祝您有一个像水一样平静安宁的好梦。明天早上起来，咱们又是一个快快乐乐的老神仙。